今天用纸砂壶冲泡，对啊，而且茶汤的颜色不一样，很仔细哦，被你发现了。很像是用了银壶之后中毒的颜色。不是啦，这一泡是很干净的90年代的熟普洱。那为什么今天突然泡熟普啊？正好在拍这支影片之前，我在 FB 上面看到一个爆料，有人在卖没有存放好的60到70年的珍藏熟普洱，不是跟你说，我当下就微笑了一下，做了一个很诡异的表情。对啊，就是熟普不是1975年才量产吗？那这样子，2025年减1975的话，也才50年而已。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咯。所以它是穿越时空。不知道，要问那个60、70年的普洱本茶，2人1壶茶，聊遍茶天下。大家好，我是泰。大家好，我是小静。这一集啊，我们会从熟普洱茶的历史、熟普洱100年传说的诞生，到如何辨别这个3方面来切入，并且来破解所谓的100年熟普洱。那这一集呢，一样带给大家满满的干货，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Let's go！ 大家有没有在市场上看过或者听过所谓的100年熟普洱？对啊，他们会说啊，这是来自清代或者是明初的宫廷贡茶。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真相。大家所听到的所谓的100年熟普洱，从历史时间点来看，这是一个骗局。为什么呢？让我们回到熟普洱被发明的那一天，跟大家聊聊。我想要知道熟普洱的诞生过程。莫言在上世纪的香港跟广东，那时候啊，在当地，像广东，他们都很爱喝普洱茶，但是在生茶的部分，它转化太慢了。大家都知道，有在喝普洱茶的朋友们，他们为了模仿老生茶的这种温润的口感，1950年代，当地有一位茶商，他也是制茶师，他从很年轻就开始学做茶，他特别从云南引进了生茶的毛茶，并且发明了所谓的湿仓。那时候的湿仓是热水发酵的技术，然后呢，用人为的方式加速陈化。但是呢，这个技术方法并不是非常的纯熟，那它并不是非常的稳定。根据我们的资料考证，当初生产所谓的熟普洱，所谓的广东普洱茶，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云南熟普洱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当初的所谓的广东的熟普洱茶被称作为红汤普洱，是不太一样的。好喽，来到这个关键的年代跟时间点，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差不多在1973年初的时候，云南省茶叶公司在广交会上得到消息，就来自香港的客户呢需要发酵的所谓的红汤普洱茶。那记得，如果大家对历史有了解的话，1973年正值香港经济开始起飞。那这种红汤普洱茶呢，只有在广东生产，所以呢，云南省茶叶工会从昆明、下关跟勐海茶厂派出了7个人的技术小组，所以从云南呢远赴到广东取经。不是天主的玄奘，远赴天主的玄奘法师啦，就是去考察嘛，就讲取经啦。他考察什么呢？所谓的湿仓的工艺，那把这个工艺带回到云南，然后后来开始进行所谓的渥堆发酵的技术改良跟研究。那经过2年的实验，因为这个技术不是那么稳定，然后广东的天气大家也知道比较潮湿嘛，那云南相对的比较干燥，所以他们一定会做一些技术的调整。所以呢，在1975年人工渥堆发酵的技术稳定之后呢，茶厂才开始量产所谓的熟普洱。这就是现代熟普洱的起点，在1975年。所以说1973年就是发明的那个年份，然后1975年就是量产的年份。可以这样说，但是因为这个技术在1950年代就有开始所谓的红汤普洱的部分，所以它真正定型的时候，应该说取经是在稳定的稳定开始真正在做所谓的量产是1975年，但是1973年是云南省茶叶公司派员到广东学习，开始做研究，对，开始研究，对，所以这样子才会有去跟回来技术改良，我们叫做技术改良。对，1973年开始做所谓的熟普洱的技术改良，所以真的是很伟大。你看每一样东西都是背后有大家的付出，然后跟积累，是没错，而且它有历史背景。对，如果没有香港客户要这样的东西，那或许云南省茶叶公司它不会派员去学习这样的东西。那也正值当初的香港经济起飞，就一切因缘促成。是啊，好奇妙，是没错。那为什么这个100年熟普的故事能够一直流传呢？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流传到现在的原因，第一点叫做混淆视听。商人不只是茶商很多在卖茶的人都有他们把真正普洱茶的100年历史，我们讲普洱茶是什么？普洱生茶的100年历史，跟熟普洱的工艺历史混为一谈。真正的是普洱生茶有100年，但熟普洱
没有。那第二点是利用资讯不对称，很多消费者不知道喝茶不会去研究所谓的真正的历史或者是熟茶的工艺历史，没错。那他会把这种华丽的故事去包装，然后去引导这样的消费者，尤其很多利用名称去吸引消费者，比如说像是宫廷普洱。第三点是什么？熟普洱因为在市场上比较被受欢迎，那渥堆发酵的技术发明呢，让熟普洱茶在出厂的时候就具备了所谓的温润跟滑顺的品饮口感，但是会被某些商人利用来编造古老的故事。因为比如说我说啊，它是100年的茶或100年的熟茶，他们会想到说放了这么久才会有这样温润的口感，甚至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好的生茶价格在市场上是远高于熟茶，对，所以大家要慎选。那泰，我们刚刚已经了解完历史了，是。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在购买的时候能够知道明确的去分辨呢？第一个很简单，你只要听到所谓的100年熟普，你就说啊，但是这个商人或这个茶商是糊弄的。因为现在才50年而已。对啊，最多才50年。再来是所谓的70年代、80年代的熟普，基本上不会在这种市面上出现贩售的。那我们先讲第二点好了。第二点呢是要看包装纸。那我们都知道，有些包装或加了一些老的纸类的东西，因为普洱茶大部分都是棉纸去包装的。那在包装的过程中，纸你放越久，它会慢慢从白慢慢变黄，对，或甚至有伊鱼，它会去吃那个纸，它不会吃茶饼，对，它吃纸而已。对，那但是有的茶饼呢，他们为了去改变它的年代，它有些会故意做旧，包装故意做旧，那有的内飞呢叫做茶票，就是里面的我们叫做茶的 ID 啦，那个饼的 ID， 它有的会打什么清末民初之类的那个年代，所以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就要小心。对，因为就是一个思考逻辑，就是这东西就只有50年而已。对，就会知道怎么分辨了。对，不符合你就知道对不对了。没错。那最重要第三点，我们再聊一个部分，就是说，刚刚小静讲到说50年，那再来是说，刚我有提到这个问清楚年代之后，如果茶商说是70末80初年代的熟茶，这是应该是市场上非常顶级的老熟茶了，价格不菲，它也不太可能会在市面上流通。是在拍卖场才会有，可能会有。那但是因为现在拍卖场大部分是生茶，那或者是有可能某些茶商年纪一定要有一定的茶商，或者是这个茶商他当初有收这一批熟茶，要问清楚它的来源。再来是有些茶商虽然年轻，但是是爸爸传给他的，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是要去好好的分辨，就从刚刚讲到的包装啊这些部分去分辨。好的东西一定是价格不会卖便宜的，不可能是比较500-600块，所以就是从价格上面去下手。是没错。再来是这也是最重要的，就我们常常一直在强调的部分，就回归到茶本身。那与其追求那种高不可攀、虚无缥缈的年份，还不如呢好好的学会呢品鉴一款熟茶的好坏。好的熟茶呢是什么？汤色红亮透彻，对不对？它是透的，清透亮。再是口感醇厚干净，然后不会有霉味或者是堆味，堆味就是渥堆的味道，或甚至有刺鼻或者说喉感。像刚刚我们喝这一泡，对不对？90年代左右喝到，我都觉得身体好暖，因为今天拍摄的天气比较冷一些，没错。所以我们喝到其实身体都还有点微微出汗，就是一泡好的熟普洱。你好像在卖商品没有，那是我的私藏没有在卖的啦，对不起，我买不到了。但是有空到店里面跟我说一下，或许我会拿出来。你舍得吗？是啊，有舍才有得。分享。他很乐意分享的，所以欢迎来我们店里坐坐。是，刚跟大家聊了那么多我还是在最后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很重要。对，熟普洱是一项伟大的现代工艺，那它的历史是从1973年代的中期才开始，1975年才开始量产。所谓的100年熟普洱是绝对不是在目前2025年会存在的商品，要等到2075年。你数学真好，你的数学真好，没错。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这里了，对。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在很多集视频会跟大家强调的了，不管收藏，不管品饮，任何的茶类知识，永远是你最强大的武器，并且呢，要去了解它的过去，你才能懂它的现在。但是除了知识之外，更要学会怎么品鉴茶品。没错，任何茶都一样，要来喝，要来品饮，对，再去了解。知识是你最强大的武器，所以就要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对，所以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爱喝茶的朋友，或想要了解茶知识的朋友，不要让太多人去上当。对。然后呢，各位茶友们、各位朋友们，在买茶的时候有没有遇过最夸张的销售话术是什么？在下面留言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记得订阅我们，然后跟我们互动，对，还有分享。那我们会制作拍摄更多正确的茶知识，要开启小铃铛，对，跟大家分享。
OK，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拜。